还有多少钱？各位，进来，是这样子的。我之前不是有跟各位说过，我要把阿斯拉运去马来西亚雪邦赛车场测出最极速吗？没错。机会来了，原本是这样子哦，马来西亚的 schedule 因为全球解禁的关系哦，所以一直到8月以前，那个 schedule 都是满的。本来想说呢，跟台湾几个这个赛车同好者一起去承租那个场地，不然那个场地有一天要3至10万，其实我根本租不起。直到呢，我上次参加那个 SGT 的噪音大赛嘛。那这支影片发布之后呢，我就收到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香港朋友写信给我说，他们要在5月25号在雪邦赛车场办一个类似他们的频道的体验会。没错，他也是一个 YouTuber， 同时也是我的观众啊。对，那这么一来呢，他们就可以播1-2个小时，让我测试这台阿斯拉。所以我现在所有的计划全部停止，把所有的工程师全部抠来。我们现在要来改装好这台阿斯拉，因为要上赛道测极速，那这个速度呢，绝对是150以上的，我敢保证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把我们的车体做强化。那待会我的那个赛车技师好朋友也会来帮我们把阿斯拉全部的状态啊、刹车啊这些无微不微全部再做认真的检查，该换的换，该改的改，该更新的该更新。好，那今天呢是5月5号，我们16号要把车子空运到马来西亚。最难的这一关就是空运的部分，空运的规矩真的超级多，这个我后面呢再跟各位一一做解释。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这突如其来疯狂马来西亚阿斯拉极速测试计划，我们 Let go。那今天这一节的步骤呢会非常的繁复啊，我就用旁白的方式来跟各位一一的解释所有的段落。那这次呢，我们不只要打造很多的新配件也同时要解决备料、运送、沟通等的问题。我们大概呢会分成5个大方向来进行本次的改装制造。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解决高速下气流跑到车体造成掀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将原有的底盘废除，重新打造一个镂空的底盘，尽可能的破坏底盘的气流，降低风阻所产生的升力。同时呢，我们也将底盘的表面做喷砂处理，来增加摩擦力，让车手的脚呢可以固定的更稳定。Overtake！ 再来呢，就是要解决我们油耗的部分因为雪邦赛车场呢，我们要测试的那个大直线约莫有1公里啊。过往的经验呢，如果使用原本的那个小小的7公升油箱很有可能整趟测试我们就要加好几次油。这时候我们决定再设计一个新的油箱，把它固定在车体后面那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台中的国艺车业在百忙之中抽空帮我们打造这个赛用等级的防爆油箱啊。毕竟这种测试呢，一旦漏油，想必绝对会是一场灾难啊！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做啊。我们总算完成我们这个赛车等级的这个手工油箱了。那大家应该很纳闷明明就有一个加油孔，为什么旁边还要开一个这么大的洞？其实这样子的赛车用的油箱呢，因为要减少摇晃中所产生的气泡，所以赛车油箱里面都会放大量的海绵来防止气泡的产生，最后再把这个盖子盖上去基本上就完成了。那我们就开始来制作我们这个尾翼吧，耶！接下来呢，就是重新设计我们的尾翼毕竟第一次我们的尾翼可以说是装饰的成分比较居多，几乎毫无功能以外强度上也有很大的疑虑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尾翼除了要有足够的下压力来稳定车身以外呢，还要有足够的强度来支撑这次可能会突破150公里的风压我们为此还做了风洞模拟测试用数据来分析我们接下来要使用的材料。那原本的打算呢是要用碳纤维来打造这个尾翼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还是用 3D 列印搭配 ABS 的材料来达到所需要的强度。那因为阿斯拉的尾翼并不是传统的龙门结构，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提升尾翼连杆臂的强度，来增加整体的刚性。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可调角度的设计到时可以因当下赛道的需求来快速的将这个尾翼的角度进行调整。
咱们阿斯拉的涂装团队呢，创贴车艺，一听到我们的车要运出国测试，就赶紧用最新的机器重新帮我们印制了新的贴膜，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啊！那为了增加整台车的稳定性及安全性哦，轮胎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我们特别呢从国外进口了 CIK 赛事的认证比赛胎哦。CIK 你可以把它认定为哦，就是卡丁车的 FIA 哦。那除了换新的轮胎以外呢，我们还要加宽后轮的宽度，特别换上哦盐城在比赛用的加长 hub 来增加整台车的宽度。安装完成后呢，我们就会将前轮哦来进行定位，如此一来呢，轮胎的部分呢也算是大功告成的。紧接着呢，就是更新我们刹车系统上面的所有耗材，并且装上刹车分配器。那当时在做这个阿斯拉计划的时候的诉求呢，只希望车子可以停下来就好了。所以当时刹车一踩下去是4个轮子哦，同时刹。对，那这一次呢，我们因为这个速度非常的快，所以说呢，4个轮子如果同时刹的话，车子就会整个滑出去。那装了这个刹车分配器以后呢，就有这样子的结果。哦，我刹车一踩下去的时候。有没有后轮先刹，前轮再刹？那这么一来呢，基本上在盐城在开车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刹车力道和分配，他自己的脚跟感觉哦也会比较明显一点。好，那除此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重新整理我们的这个电路系统了。OK，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准备把这台车运出海外吧，耶！如今做了这么多次的阿斯拉计划哦，电路系统的部分呢，已经算是非常的成熟了。我们舍弃了原本的电路外壳哦，缩小了整体的体积配置，同时也把整个系统往侧面移，并设计了紧急断电插销来增加整体的安全性。电路系统完成后呢，最后呢，我们就要来解决场上所有工作人员的通讯沟通问题。在开始解决我们通讯问题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感谢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赞助商之一哦，结联盟创新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所代理的这个Sena 的 Spider ST1 的重击蓝牙无线耳机。那他们得知我们要做本次的计划之后呢，就毫不吝啬的寄了6支给我，来解决我们双向沟通的问题了。因为对讲家毕竟是单向的，那这个赖群组呢又要去顾虑到当地网络的问题哦，所以这么一来呢，就可以完美解决这次的问题。那 Sena 这个品牌呢，我之前在跟咪菲骑重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接触过了。他们这个品牌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有自己的蓝牙 Mesh 系统，但是呢，Sena 的耳机呢，它毕竟是出给重机用的，是装在安全帽里面的。我总不可能叫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戴安全帽，对不对？所以我就想我们在测窝的时候需要这个隔音耳机来保护我们的耳朵，那大不如我们直接把这个 Sena 耳机把它做一个结合，那这么一来呢，又可以隔音又可以通讯，这不是很好吗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魔改这个我们专用的通讯耳机吧。好，那时间我觉得差不多了，待会货运应该就来了，我们就完成我们的最后一里路，前进马来西亚雪棒赛车场吧！耶耶！但是空运的部分呢，这次也非常感谢优利商行，在短短的1个礼拜呢，就帮我们搞定所有运送的文件让我们能顺利的把车子运到马来西亚。我们总算把它上车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涡轮阿斯拉送去马来西亚了，我们马来西亚见！
太感谢了！来，各位，这一位呢，就是来自香港的朋友，同时也是我的观众，叫 Elo。我觉得 OK， 我有能力的，我都要办一下，因为我也很喜欢你这种很疯狂的计划，我也希望这个疯狂的计划可以成功。Overtake 第2档最强系列 ，Ready 官网好评预购中。好了，各位，希望今天一切顺利，各位辛苦了 ，Overtake Go！ 哇，各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真的来马来西亚雪邦赛车场了，也花了我超多钱的。对，所以那个 Overtake 最强系列，大家支持一下哦，谢谢。OK， 好，那一样，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个突破。我们今天除了要测试这个阿萨的终极极速以外呢，其实这样子的从我的这个涡轮厂商得知其实1年前我在做这阿斯拉的时候，国外有一个创作者跟我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企划。对，那他们国外呢，人多地大，找了一条飞机跑道呢，就直接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来立了一个项目，叫做喷射引擎的卡丁车。那目前他们的纪录保持呢是184公里，没错。我们今天要带各位去 Overtake，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突破的目标啦。好。那我们依照惯例呢，还是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全部的配置哦。来，我们这次呢，一样有请我们的这个国际世界杯卡丁车的这个台湾代表选手严成，来，没错，这一次呢。我们的渊源其实还蛮深的，真的。对，OK。那除了严成今天穿的这个比赛用的这个防护服以外呢，这次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的路易斯台北的这个重机人生步品店，好，另外赞助我们其他的防摔衣。待会我们在测试的时候会一并的把它穿上去，提升整个安全。对，那另外呢还要感谢我也很酷的朋友小茂，他特别的为了这次帮我们重新打造了一顶这个安全帽，让整个这个阿斯拉企划更有代入感一点。好吧，那待会呢一样就麻烦你了。今天我们要一起 Overtake， 好吧？这样。那一样我们这边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要怎么去记录这一次的这个整个时速呢？这次我特别去弄了一台重机专用的这个 Garmin 卫星导航，除了呢可以让盐城当一个仪表板以外还可以记录下我们这次的最高时速。那另外呢，为了要让各位有更好的观看体验，这次一样感谢我们的东城数位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我们这个 Insta360的 X3，那搭配上我们这个最新的 GPS 遥控器呢，我就一样可以很完美的把这个时速合成在画面上给大家看了。那我们这次的固定方式呢，是用 Rainbow 的这个支架搭配上这个 Insta360出的这个机车套件做整个配置，就尽可能把这个四面八方的所有的影像都记录下来给各位看，一同共襄盛举我们这一次的超级测试。那我们就开始吧，各位，耶！好了，各位，那刚刚我们测的时速，小试身手一下，大概是151公里，我觉得不错。对，而且还没有全油门，对，那待会算是正式来的，所有的轮胎都热了，对，应该行吧？状况还 OK 吗 ？OK。除了轮胎热死以外，好，真的是马来西亚好热。OK， 那我们就准备下一 round。ブーストポット作動、エンジン臨界点へカウントスタート。行けアスラダ。破不破了？
各位，没有进入零的领域，我觉得我们尽力了啦。对，大老远跑来这边，说引擎调教其实都不错，然后天气也很好，主要最大原因应该就是所谓的风阻了。对，我们其实有看国外那个金丝鸡影片，他们的有做一些特别车壳，但是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但是我觉得没关系，至少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在雪邦赛车场开涡轮卡丁车跟卡丁车的团队，我们超强，我们超强，耶，好不好？基本上这个时速已经是极限了，极限中的极限了。我们刚刚其实过这个中间大概140吧，对，140，然后过了龙门之后就拉到155、56就卡住了嘛。对，你已经踩着了，我已经踩着，然后它就是卡在那里。那基本上应该就是极速的，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克服最大的问题就是请硬核、硬壳，对，硬出就是比较有我们可能要做更多的风控测试，才有办法来突破这个极限。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观众应该是看得很爽的啦，我钱他妈的也花的超爽了，对我这个计划花了大概快50万吧，所以那个 Overtake 第2档最强系列，拜托各位了。那基本上对，我们的测试就到这边了，我们就。收拾一下心情，因为我们要马上把这个车打包回去台湾，然后我们再回工作室来跟各位做结尾。哇，我有好多话想要对你们说。OK， 那我们就台湾大雅公司见。哇，各位，没想到呢，我们又一起的再次 overtake 了。我真的没有想过自己的作品哦会在国外进行这样子的测试。我常常在说，与其一直抱怨台湾环境不好，没有赛车的场地等等等的，不如为自己。为观众、为台湾人勇敢的踏出去做这样子的测试啊，让世界呢能够看到，其实我们台湾的 YouTuber 也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企划。那这边呢也非常感谢每一位看到我 IG 状态第一时间私讯我的朋友们说要汇钱给我。这边呢，小弟我真的是心里呢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啊，小杰我是不太可能会直接拿你们的钱。虽然说呢这一次的企划足足我花了50几万的现金啊，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观众有这样的心，我就已经非常开心了。那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一次每一位的这个器材产品的赞助商，让小杰我可以不用再花更多钱去处理这些其他的产品，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那这边呢，我也要立一个新的 flag 啊，这个阿斯拉计划呢，它绝对不是一个据点。明年如果有厂商愿意置入赞助的话，我会尽可能的再打造一台新的阿斯拉。毕竟我们这次呢，也没有突破金氏世界纪录嘛，对不对？那我觉得留一点遗憾也没关系的。这一趟旅程呢，我们真的学到非常多的东西，之后会来整合所有的问题，重新打造一台新的阿斯拉，重返雪邦赛车场。那下一次的测试呢，我们就会请金氏世界纪录委员来帮我们记录下。这次回台湾呢，说真的这个心情真的是非常难平复毕竟花了50几万啊，哇，50几万可以做好多的事情但我真的希望可以带各位一起见证这个阿斯拉最终极速的这个历史啊。我常常说其实我不太在乎这个频道到底有没有赚钱啊，我更在乎的是能不能让各位体验更多的视觉飨宴啊。对，那我觉得呢，这也算是小杰我的使命吧。那如果真的想要支持我的朋友们呢，其实支持我的衣服我就很开心了。对，不然各位说，我这次马来西亚所有的花费几乎都是上次我们做衣服的尽力啊。对，所以麻烦各位这一次再次的支持起来，谢谢。那这边呢，我顺便来跟各位解释一下我们这一次 Overtake 最强系列这个创作理念啊。这一次的创作理念是马来西亚涡轮卡丁车的纪念版最强系列。那这次呢，我特别找了3位好朋友来一起跟我打造这个系列啊。第一个就是我们 Kintec 涡轮赞助商，这一次特别请他们帮我做了涡轮的爆炸图，把它融入在我们这一次的服饰其中。那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来自日本在台的书法大师 Max。我们这一次呢做的这个系列会致敬很多闪电霹雳车的元素所以你们看到这个今天的我没有极限的书法字体跟最强 Overtake 的书法字体都来自于这位大师。如果对这个书法字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欢迎追踪他的 IG 日本在台湾创业是要达到
某个业绩才有办法更新居留证的，真的是非常辛苦啊！所以请各位支持起来。那另外一位呢，相信各位在 FB 应该有看过他们的广告，也就是金源国际，在我后面这个纪念画框的工作室。对，那他们这一次呢也特别帮我绘制了这一次这个涡轮卡丁车的图样，一并的会放在我们的衣服上。说真的，这一次的衣服我真的是花了很多心思，那也融入了一些有闪电霹雳车的元素哦。这边呢，我真的只能致敬再致敬了，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部作品了。没有这一部作品，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个企划。好了，那影片结束后呢，基本上今天就开始在 Enroll 的官网预购这个 Overtake 最强系列，还请各位多多支持。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次这个马来西亚涡轮卡丁车最狂时速的终极测试了。如果喜欢今天影片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欢乐的生活影片的话，可以去一下我的小频道不拘小学 Life 订阅一下哦。这一次这个马来西亚的Vlog 应该是会放在小频道，大家待会记得过去看一下哦。好，那我们就下个 Overtake 见，拜了。